在向我们招手。你确定不过去吗？他不是在朝我们招手。那他在干什么？还有一样东西在跟着他们，我们完全没有发现。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在这个石头后面？在雪下。在雪下面。他一直在雪下移动。我就觉得刚才那个人像是在向着我们招手呢。我们，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是这里的人饲养的一种鱼。后面的路你不用跟着了，这是你的报酬。
王石天。你是谁？我再不说话，我就叫了，到时候你就跑不了了。你知道我不是这里人。我能闻出你身上的味道，这里只来过一个外人，你的味道很像他，但你不是他。你也来自山下？那你是来找他的吗？那个人说，一定会有人来这里，要小心，他们不喜欢外族人。我不知道你指的那个人是谁。不管这些，赶紧带我离开这里，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好。
张先生，请原谅我们刚刚的试探，请接受我们真诚的道歉。这一切都是董先生安排的。您通过了董先生的测试，我们终于等到你了。秘密就在这里，他们能帮助你。张先生，这里就是隐沙洛湖。隐沙洛翻译过来就是蓝色雪山的意思。我们的隐沙洛就在那边的河谷里。这就是隐沙洛了，那儿就是我们首领住的地方。我们隐沙洛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首领了。上一任首领就是董灿董先生。在董先生出现之前，我们这里的人都还在用古老的方式来消解隐沙洛所有的灾难。什么灾难？您应该听说过夜王10天的传说吧？传说在雪山的深处，有一个可怕的恶魔，叫做夜王。每一次夜王出现，雪山和隐沙洛都会受到极大的灾祸。传说中，夜王有个最宠爱的妃子，叫叶父。叶父虽有人形，但四肢却是反着长的。也许是天意，我们部族中有一些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形态竟然和叶父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先祖又惊又怕，认为这是叶父在人间的化身，于是选出这些孩子，小心的供养，想要获得叶王的宽恕。那个女人，赶紧带我离开这里。就是你们供养的叶父。是的，这个女人出生时就被选定为叶父的化身。董先生来到这里，见到了这个女孩之后，他认为部族里的孩子之所以生来就和常人不同，
只是一种先天的躯体残疾，只是被误解成了叶父的化身。于是他找来一种特殊的骨头，用焚烧骨头产生的烟雾熏蒸，这样就可以延缓痛苦，治疗女人的骨疾。在治疗过程中，董璨先生爱上了这个女人，于是留在了我们隐沙洛，成为了首领。首领想要帮助我们解决叶王的危机，但叶王太过强大。首领在进雪山杀死叶王之前，担心自己解决不了这件事，但他告诉我们，如果他没有回来，一定会有一个他以前的族人来接替他，帮助我们解决灾难。在等待的这些年，教夫们也带了不少人进来，可是经过测试，发现都不是首领说的那个人，直到您的出现。您就是首领说的那个来帮助我们杀死叶王、解决灾难的人。这个叶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叶王就是叶王，见到叶王的人都死了，包括首领。带我去见这个叶王。睡好了吗？说说吧，你看到什么了？小哥真的进了雪山，而且见到了传说中的叶王。长什么样啊？不知道。卷轴就记载到他进了雪山之后就断了。断了。这以为当拉下了是吧？是装糊涂还是真傻呀？怎么每次都这样啊？跟挤牙膏似的，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卷轴里面记录的和张海科告诉我们的信息大致能对上。这个卷轴里面写的是，灵沙洛人找小哥帮忙，是为了消灭藏在雪山当中的叶王，而且他也见到了叶王。胖子，这个卷轴我现在大概能串起来了。董璨是个张家人，因为调查叶王10天的事情，无意中发现了隐沙洛。小哥当上族长之后，收到了天授的任务，进了雪山，最后这些记录就保存在了希拉修行场。喝点。不好了，说明当时小哥是解决了叶王的问题。如果小哥也看过叶王10天的毛毡画，那这叶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到底是不是画里的这个呀？行了，先不管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果能找到陨沙洛人，应该能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又在想，你说董灿还有张家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还要求助小哥，就凭你我张海克、张海幸兄妹俩人，我们能比得上小哥吗？你想什么呢？自信点儿，当然是比不上了。所以到最后肯定白忙活一场，鸡飞蛋打。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该卷铺盖卷儿滚回家？来得及吧？来得及吗？我们肯定是要解决叶王的事情，但以我们现在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这得想好了啊！咱们要跟老冯合作啊！吴先生，我已经去了警察局录完记录，也接受了警察的侦查。为了让你更加安心，我让他们特意出一份证明。怎么样？夜王的真面目很神奇吧？所以在你们的想象当中，夜王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个大的花菜。目前来看，这是最合理的猜测。一些不知名的部分在雪下，那些球体是在雪上。有动物和人走过的时候，夜王会通过那些球体把它们吃掉。所以你们真的相信会有这样的生物存在？有一种远古海洋生物跟这个超级像的。那老陈在的地方原来不也是海洋吗？万一就是一种特殊变异进化？我觉得野王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张念说，夜王能够杀死张起灵，但是这么大一个花菜，根本不是张起灵的对手。吴先生，按照约定，你是不是同意我一起进雪山？把你们的军火清单给我一看。好。上面的哪一样是用来对付夜王的？不在这里，那武器是机密，当到关键时刻，我可以把它拿出来。吴先生，你放心，我不会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那件东西绝对有效。好，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炸弹手环，遥控引爆，你只要一按，手环爆炸，我就会死。你如果再不放心，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你的底牌。这东西是特殊合金做的，拆不掉，只有钥匙能开。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哎 ，Are you out of your goddamn mind？ 怎么关上？神经病！你要想自己死的话，不要拉我做垫背好吗？吴先生，你可以把这个当做我们的合同。好 ，Wear it. What? Was all Johnny's responsibility.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s. This is an order. If you don't comply, you violate our agreement. Therefore, you won't get paid. 现在总可以了吧 Happy? Yeah.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你们先回去吧，等我通知。好的，再见。Why the hell are we doing this? Our technician can easily remove this shit. No need. Wuxie doesn't trust us. If this can help improve our partnership, then we're gonna wear it.
胖子，哎，帮我把背包里的望远镜拿出来。哎，好，看看有没有野味儿是吧？给。按照地形看，前面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小哥碰到叶父的地方。嗯。走了这么久，大家都疲惫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还好我一直把饮料放保温包里，否则现在都冻硬了。来喝点。哎，喝点。Thank you。哎呀，哎呀，这不是伺候人的命，生活小常识，到了高原，身体越好的越不占便宜，哎呀，越壮越缺氧，你看那老头，那身体真是硬了，所以让他侦察去。咱们年轻人得歇着。哎，突然袭击啊！一切正常，继续走吧。Watch your step. 这里应该就是小哥卷轴中所记载的宁沙洛的神殿了。我们这一路也太过顺利了。别吓唬自己了啊！这么多年了，说不定那东西早就饿死了。有发现？哎，走看看去。一路上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这么高的海拔，不应该有这种羊。投喂的，你们看，这羊的脑瓜顶上有个弹孔，是从山下打上来投喂的。吃成这样，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狗熊吧？狗熊吃东西没有那么惊喜，吃得这么干净，这动物智商很高。看不到牙齿印，不然我会有结论。这给你能的。
看一眼骨头就知道谁啃的。我有动物学的学位，我还没换工作之前，我是大学里的副教授。Check the ice thickness。怎么了？小哥在卷轴里并没有记载如何通过这个冰湖，可能是这一路太顺利了，所以没把它记录进去。我觉得不会这么容易就能到达影沙路神地。Everything seems all right. The thickness of the ice is 20 centimeters. The ice is about 20 centimeters. It should be safer in the middle. Okay, let's go. 等一下， Everyone, let's move on.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你解释清楚我这种感觉。我总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不要就这样贸然行动。What is that? Hold up! 别动！这里是冰湖，如果开枪，我们全都得死。Scan underneath the lake. Yes, sir. According to the scanning situation, the Dark Shadow is a kind of creature in the ice lake. The reason why the fish is so large should be the result of people feeding here for centuries. 人们不会在湖的中心投食，他们肯定是在进水的地方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动物尸体，很可能就是用来投喂的食物，所以黑鹰在湖边活动的频率可能性更高的。再加上湖的中心冰层厚度高，也许反而更安全。Keep going! Stop! 老冯，我在小哥的卷轴中看到过，他在这附近被一种生物袭击过。这种生物会把人拖到雪中，而这片冰湖下的巨大影子，可能就是这种怪鱼，是影沙洛人喂养用来防御外敌的。如果往湖中心走，会很危险。那你有什么打算？我们要在陆地上，陆地上出了任何的事情，我们至少可以应付得了。这边的峭壁上有一段看起来比较平缓，我们从这儿直接趟出一条路，绕到冰湖对面去。不可能，这条路太窄了，就算我们的人能过去，我们的装备也过不去。哎，行了，我们这些人的处事规则就是，天真同志觉得不安全的地方，我们绝对不去。我告诉你们啊，天真同志可是出了名的邪门体质。你们要是害怕，就自己走。我们得尽快通过这个冰湖。胖爷，我害怕，开玩笑。吴先生，你也听到了，走那条路我的装备是走不过去的，而且今年特别冷，冰层特别厚，我们一定是安全的。我们还是在神殿汇合吧，这里温度很低，需要尽快通过。在那边见。我去盯住他们。我们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很不负责？对谁负责啊？就这帮倔驴。胖爷，我这段时间学会的就是，人没法对别人的命运负责，管好你自己吧，小天真，是吧，老头？
你不跟你妹妹一起走吗？你是族长的朋友，要护你周全。海信可以照顾自己。Hurry up! We can warm up by the fire till we cross the lake! 'So fucking cold. Really miss a fireplace at home. And a glass of wine. Hurry up, let's cross the lake and light a fire! 我说他们俩走得够快的，都快到湖边了，这回非让奶奶笑话我了不行。大家都平安就好。你说怪兽也不出来，也不出个事儿啥的，你说你哪怕滑一跤也好啊。哎，你等我干嘛呀？咱们走这条路，那可是继承了小哥，这才是正经张家派，你们也得好好学着点。起码他们安全到了。还不服啊你？等一下，你看，他们那边好像出事了。他们都在往回跑，后面好像有什么在追他们，但是后面什么也没有。他们在脱衣服，脱衣服。拿着。他们在这挠什么呢？身上也没什么呀，你看看。让开！海星，海星，海星，你怎么了？好。Nice curve! Let's get out of here! Hi! What happened? When they got there, the sons of beat themselves just like they were on fire! This way! 被火烧，他们可能出现幻觉了。他们所在的冰层下面有一片黑乎乎的区域，我看不清楚。得想个办法，把他们拖到河对岸去。你在这边接应我，我带着绳子下到冰层上，把他们用绳子拉过去。哎，你疯了？那你要栽进去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克服幻觉，相信我。大吉大利，恭喜发财。
这个火焰的幻觉来自于罐子中的六角铃铛粉末。六角铃铛的粉末和冰层融在了一起，风一吹，冰面上的浮冰被吹扬了起来，带着六角铃铛的粉末也一起进入了空气中。又是我，就不能有点新鲜的吗？哎，在这里，快点 ，Hurry up， 快点，快点！哎，天天，我们马上就能汇合了，你坚持住啊！Boss, you hear me now? 谢了，慢点喝。 Wash your hand, boss. 小兰，怎么样？没事吧？哥，哥，热的。本来就不老，这还冻龄了。
我们刚刚中了幻觉。六角铃铛的粉末。刚才我看到冰湖底下埋着装有六角铃铛粉末的坛子，坛子是裂开的。你们走过的时候产生了震动。海星，海星，海星，你怎么了？六角铃铛的粉末透过冰层的裂缝就飘了出来，和浮冰一起吹入了空气中。但这六角铃铛不是你们张家的东西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这不是一般的六角铃铛，所以刚刚我们亦无法破解幻觉。这机关应该是张家人帮影杀洛人设下的防御机制，用来阻止外来人靠近。果然，他们和张家人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个规模的置换粉末，只有在张家最核心的典籍中记载。没想到你们破解了。这个上面应该就是影香洛的神殿了。我们在外面折腾这么半天，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先上去看看。Find a ladder! 这里全搬空了，什么都没有。我哥在外面查探，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人的外貌和装备，跟冯的队伍非常相似。老冯不老实啊，自己偷偷来过这儿，没成功才选择跟咱们合作的。这些人应该也是为了抄近道，所以在冰湖上中了幻觉，死在这里的。那够惨的，冻死了。哎，这是德纳西人的笔记本。1年前，上面写着，他们来到这座雪山是进行一项特殊的科考行动。从遗留的装备来看，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德纳西人这一次考察的级别不低。这上面有没有记录他们考察的目的是什么？我暂时没有看到，但是里面记载了，他们在进入雪山之后，他们走在半路上，遭到了一种球状生物的袭击，很多人都死了。球状生物，那不是就是老冯那视频里的金球吗？与其说是一种袭击，倒不如说是一场屠杀。很多人在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下就直接死掉了。这种球状生物移动的速度，远比我们肉眼能够观察的速度要高得多。很多人即便已经反应过来了，也无法自救。后来幸存的人也尝试着分析这种球状生物攻击人的逻辑。当他攻击你的时候，你要一直看着他，一旦你的视线离开了他，就会遭到无差别的攻击致死。那不现实啊！
没有人能做到一直不眨眼。会不会是记载的这个人，由于过度的恐惧，而夸大了金球的危害？我们的资料也没有提过有这样的情况。有这种可能性。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靠偷袭捕猎的生物，就是这样袭击人的。谁先眨眼谁完蛋呗。那我就越想越懵了。这金球不就是夜王眼睛吗？夜王到底有几个眼珠子呀？不行了，后面的记录全都是血迹，已经完全无法看清楚了。我们能肯定的2件事情，就是有一部分人遭到了金球的攻击，另外一部分人就在这里产生了幻觉，然后被冻死了。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可能比我们预料到的要更加复杂。在这个雪地上，随时有可能出现金球，我们得赶紧想好应对的办法。你打算怎么做？兵分2路，这样不会被他们一锅全给端了。而且在一队遇到危险的时候，另外一队也可以及时增援。按照笔记本的记载，金球的速度极快，另一队很有可能赶不上。那就幸存下来那一队，继续寻找夜王。这么多金球，那夜王也会有很多个，那夜王也会分队怎么办啊？那我们再怎么分也没办法，就认栽了呗。我和你一队，还是那句话，你是组长的朋友，我要护你周全。我挺周全的。之前你就跟我说了这个话，结果还是我救了你，还有你妹妹。吴邪，不是每一次你都有这么好运气的。我跟你说，我们就是运气好，除了这个还真没别的了。我们不需要你哥，不过呢，看在你们一片孝心啊，天真领了吧，啊，我呢也勉为其难，照顾照顾老人家。那就这么定了，我没意见。好。It looks like they came here earlier than we expected. 你应该认识这些人吧？我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另一个部门的队伍。好好说啊，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有1分钟的时间。那都是1年前的事了。如果没有这一支队伍，我们公司也不会考虑收购你们老熟人裘德考的资产。这一批人进行了前一次考察，是另一个部门负责的。我们部门头的思维方式是一定要和当地人合作，但是另一部门很着急，他们独自经商。30秒。后来我们就没消息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但是因为这件事，公司损失的很大。10秒。光保险他们赔了很多钱，所以才考虑收购裘德考的资产。说完了。背景故事怎么现在才说呀？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些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死在了什么地方。如果按你刚才这么说的话，他们是1年前来的，那这个冰湖底下的陷阱就应该是更早之前布置的。按怎么样？小哥的文献里没有记载。我现在觉得有2点不合理。第一，这些人死在冰湖上这么久了，没有人来帮他们收尸。第二，这个影沙洛的神殿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我们要赶紧赶到影沙洛的部落去，在那里，说不定发生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一趟我们的行程要有变故了。天快黑了，去那里的路上很复杂，我建议明天天亮再出发。好，走了。Hans， 怎么了？想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胖子。你看，这是之前老冯的视频里边我所拍摄到的东西。我们一帧一帧来看这个视频。在他们刚进那个洞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金球出现的，对吗？还有这一帧，小哥的卷轴里边也记载了，有
类似金球腐烂后的尸体是藏匿在雪地之下的。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只是大胆的推测，这些金球如果和叶王有关系，它很有可能就是叶王的感觉器官。叶王的本体其实是隐藏在雪地底下的，叶王把这些金球放出来，是为了给他寻找猎物。这还真是研究了不是？这接下来该怎么办？你是小哥指定的大叶王专家，你一定有办法。这么大一锅你就甩给我一个人？哎呀，锅再大也得你背呀！大吉大利啊！ We are gonna spend the night here. Hans, you deal with it.喂，天真，你这是怎么样啊？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你说，这叶王跑哪儿去了？咱们怎么逮他呀？有一个办法，已经和他们说了，不过要等遇到了才知道管不管用。那你倒是跟我说说呀！这能管用吗？再把自己给整懵了。先不说了，我们要进山谷了，你们也快点。行，这就来。小哥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进雪山深处的。这里没雪了，这个山谷里有火山活动，气温比较高。如果影沙落在雪山里的话，应该就在前方。怎么了？前面就是影沙落了。走吧。That's your brick here. 怎么会这样？小心！是雪崩。前不久，有一次规模巨大的雪崩，把整个山谷都埋了。 那得是多大面积的雪崩？得是整座山上的雪全都落下来，落到那个山谷里面。可能是山体变热了，那座山的地质结构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也有可能
是地下活动的震动，可以导致雪崩。所以，整个影沙洛的部落都被雪崩灭绝了吗？不可能。影沙洛人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不可能因为雪崩而灭族。他们在寄出求救信后，可能还发生了什么变故。Check the area. Take out the detector. Yes, sir. Yes, sir. Defense! 难道这就是你之前跟我讲的，专门用来对付夜王的那个仪器？是的，我们对当年金球腐烂留下的残骸做了化验，分析出他体内有一种特殊的金属元素，所以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地质探测，让它同时也可以检测到夜王的出没。那是不是现在这个声音响起，就意味着金球已经出现，夜王可能就在我们的附近？是的。胖子，你们随时保持警戒，夜王可能就在附近，随时会出现。快走，快点 ！Hurry up！ 保护我！Take it!应该安全的。啥情况？不是浪费感情吗？这什么破设备啊，老冯这个！你少贫嘴了。我们现在发现了隐沙洛的部落，不过陈东的雪崩给掩盖了。雪崩？这么厉害？跟夜王有关系吗？我也不知道。总之你们保持警戒，注意安全。我们必须去对面山上。为什么？对面山上有很多人的骨头。看对面的山势，还有整个的地貌，和小哥卷轴里面提到的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卷轴里，并没有提到有这么多的人骨。可能是雪化之后裸露出来的。那些该不会是死掉的隐沙罗人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得过去看一看，注意安全。Let's keep moving. Hurry up! 胖子，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你们随时看着我们定位，跟紧，保持警戒。啥警戒呀？简直就是一狼来了，夜王来了。别害怕啊！我保护你，走吧。
There's something in front of us! Okay, let's keep moving!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出现在这个地方 Clear up the snow! Take some samples! And photographs! Yes, sir. Let's get the shovels. Clear up the snow. 胖子，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需要停下来研究一下。你们原地休整，等我消息。休息不了，我们补给不够了，得大部队支援。 不会都被你给吃光了吧？你说这话丧不丧良心？明明是你这黑心小老板分赃过军，他们早给吃光了。那行吧，你们先过来跟我们会合，我们原地休整，会合完了之后再分队出发。得嘞。来，找着了，可算找着他们了。 Let's clean them all up and see if there's any useful information. "这是什么东西啊？要真是一个肉苁蓉，那就值了钱了。这是谁给锁这儿的呀？要真是一地标的话，也不知道干嘛用。现在我也不确定，但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离这里最近的聚集区就是隐沙洛了。这个东西说不定跟隐沙洛人有关系。等一下他们把血清开了，看看能不能发现更多线索。 把老鹰给招来了。干嘛去啊？屙尿。 What's that? This is my daughter. I miss her. Let us finish our mission, and you'll be back home to see her before you know it. What's wrong? Nothing. Maybe my eyes were dazzling. Keep your pecker up, soldier. Could you persuade our boss to get rid of Wuxie? I don't want to be led by those people.